好。Hello， 大家好，我是 Eder， 不是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欢迎回到来 POV 试驾。我这个频道里面呢拍了很多次 Civic， 可能你们看的也要吐了，对不对？尤其是我拍的那个什么就那灯的 FK8， 哇，真的是出现了很多次，色棒也去过啦，云顶也去过，乌鲁央那些。终于这一次呢，来一个 Civic Type R FK2。本期视频非常感谢 Bushcraft， 今天就让我试驾他这辆车啦。那也非常感谢伟宏这次把他的车架过来这里我的手上哈，所以呢。Bushcraft 的老板，拜拜！我这个车在我手上了。这个车呢，在这个市场上推出大概2年半，过后就出了 FK8。那么这辆车很多人说是垃圾哦，他们呢？其实我也觉得不算垃圾了，它的动力啊也是不差的。它动力其实跟 FK8 一样的，只是说它后面是 torsion beam 咯，然后 FK8 就是一个multi-link 咯，就是这样子。那 Ring 赛道呢，这辆是做7分50秒 ，FK8 是7分43秒，哇，足足快了6秒钟，就是因为底盘的关系。我们去看看这辆车。那在首先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们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到我更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不要忘了 follow 我们2个的 IG。OK，Let's go。当年推出这辆车的时候呢，我个人觉得它的样子不是很好看，因为它可能像一个 FN2 加长版这样子。直到它推出 FK8 了之后呢，我 FK8 真的是很惊人，很好看，有没有？但是看久了之后啊，我还是觉得 FK2 比较好看，尤其是它这个前脸跟它这个灯。为什么？因为就是很多 FC 去改 FK8 的 body kit， 就造成了我们看到哇觉得很累啊。我明明是加的 FK8， 然后要给人家质疑我是加的真的是 FK8， 因为你要看到几眼啊，就看它是不是短尾啦，是不是有宽体啦这样子。所以 FK2 加出去呢，不会有人会质疑你是不是加真的Type R。所以 FK2 呢还是有它的味道啊。比如说它这个屁股，我觉得它的这个眼睛像螳螂眼，甚至我还是更喜欢这个尾巴，比起 GR Yaris 的话啦。没有错的话，这辆车是 Honda Malaysia 当年是没有引入进来的 ，FK8 是真正有引入新车进来的。这辆车是一个 UK spec 的，你看它的钥匙都是普通 Honda 钥匙，当然它有无钥匙进入，还有无钥匙启动。来 Touch Sensor 啊，这辆车目前是385P， 还有500多个 Top， 530。我不知道怎么去架哈，这样子。先打着这个引擎，那首先我先说哈，这个椅子这个赛场有点小哈，进去的话呢有一点难。OK， 小心坐人家的椅子哦。OK， 首先要打着引擎的话呢，就是要 Clutch 跟 Brake。Start。哇哦！哇，我很喜欢这一代的那个仪表，个人很喜欢就是 analog 的仪表，我不太喜欢全部是 full digital 的全液晶仪表。虽然我不是说 FK8 那个不好看，但是哇，这个很有立体感，有没有？你们注意看，哇，那个声音一流哦。然后还有一个 Plus R button。按了之后仪表就会变红色咯。FK8 呢有 Comfort、Sport 还有 Plus R， 那这辆车只有 Sport 还有 Plus R， 所以你把 Plus R 关掉，它就是 Sport 的这个设定啊。所以这些应该我不讲太多。有6速的手动挡啊，哇，它的换挡是跟 FK8 一模一样哈。哎，怎么我进不到？啊 ，FK8 也是这样嘿，只要你是没有在动的情况下，你是进不到5档的，6是可以的。啊 ，OK， 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盖，烟头。这个置杯架啊，小小的，还有一个传统手刹，这个我个人是非常喜欢的。FK8 就取消了这个，还有 Auto Start Stop，I don't like it。这个中央扶手不可以调整前后的。内饰来讲，有点像当年那个年代的 Civic FB。这方向盘呢，跟 FK8 很相似哦，有黑红的，还可以调整上下前后 ，very good。然后这里就是按这个显示那边的你的资讯哦，这个资讯屏幕我很喜欢，就是它可以显示油温、水温啊、油压那些都可以，看到吧？这里有 Turbo Boost， 水温、油温还有油压哈，有个灯，黑色的内饰，因为是 Type R。Rear man use 3 pedals， 跟 FK8 一样的
铝合金的踏板，防滑系统关闭，还有内饰的 sensor 关闭啦。我很喜欢这个它的窗哦，凸出来的这个 button。油盖。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身高173，因为这辆椅子比较薄一点，所以的大概是一个拳头的位置，头顶上大概一个拳头的位置，看了很宽敞哦，因为椅子的关系啦。这张椅子呢是跟 FK8 是一样的啦，它不是皮革的，是 fabric 的，这椅背可以做倾倒哈，哇，这个空间很宽敞。这辆车我觉得跟 FK8 一样，你要家庭用也可以，你要去随时赛道也可以，偷 gay 也可以。我要开灯了，忘记了 Tim。这样子有一个很搞笑的哈、UK spec， 现在是在左手，很奇怪是不是？打开头灯没有 auto headlamp，fake taxi。哇，这辆车有 Metano 有没有？不老诶，这个尾灯很有辨识度哦，在晚上的时候。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辆车改装了什么。车主给了我一个非常的 list， 我会把它放在 description 下面，你们可以去看看一下。我们先说一下重点哦。它这个 adjustable 呢，来自于 KW 的 CarSport Two Way 的一个有 canceller kit 的啦。前面的 bush 还有后面的 bush 都是刻字化的。这个是 custom 的 Ford Rim PE37 18寸的，换上了 Rubber Craft， 哇，这个好料哦，真的 semi slick tire 265/35R18，原装是19寸的，现在换上了18寸，更为宽，提升舒适性，还有提升它的操控性，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有没有？后面也是一样的，也是265/35R18，也是大概2根手指的高度。原装的刹车卡钳哦 ，Brembo 的 4board 没有做任何的升级。那我个人非常喜欢这一个，就是它的宽体在这看了比较好看，有没有？虽然它没有像 FK8 那个好像有真的是洞哈，这是假的吧？对呀、假的。我 carbon fiber 会，哇，这个灯好看有没有？我是真心觉得好看啊，有一个 daylight 这样，然后有2粒 projector。关于这个引擎动力改装方面呢，它是有着 Honda 大的，当然它的 turbo 也是换过了啦，它有着 Multec 的 downpipe、Degiwa radiator、JS Racing 的 thermostat、roll off 啊、custom intake 啊、ABT water methanol 啊，还有 oil tank 啊、titanium charge pipe。然后车主还有写啊，已经买好的东西还没有 upgrade 的 Spoon 的 turbo 啊、OS Kitten twin plate 啊、那个 clutch 啊、6 sport 的这个 caliper。试驾时间不讲太多，讲太多。大家都在 YouTube 应该都看了很多次了，我觉得很高那个椅子。我上车，那头会翘到哈。这辆车的这个车身长度、高度啊，它都跟 FK8 不一样的。如果依这 Wikipedia 的数据来讲呢 ，FK8 的轴距比这辆车呢长了100mm， 长度 FK8 就长了260mm，FK8 的宽度就少了10mm， 但是高度 FK8 也低了25mm，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分别啦，这是我找到的资料。Alright。它的那个 clutch 放得很高一下哈，有一点不习惯。我刹车也是这样搞，是吧？哦，是哈，那天我也是叫不习惯，你习惯就好。哇，它上手其实是很容易的。如果是你是加惯美诺的人啊，尤其是你是从什么克里萨、肯纳利这样上手的话，没什么大问题呀、而且那下习惯 FK8 了哈 ，FK8 也是大概是这样。是哦，它给你整体的感觉，从它的方向盘开始握起，你会觉得你好像真的也是在驾着一个 FK8 了。等一下我开一下啊，我现在开一下 normal mode， 因为这辆车只有2个 mode 了，不是 FK8 有一个 confirm mode 给你吗？原装19寸，现在换上了一个18寸，我相信你看，这加起来就是，OK， 轮胎的这个胎噪跟 FK8 真的是没有太大分别。然后 KW 嘞 bro。蛮爽一下哈，看来我要坐厚一点，很容易坐 heel toe 嘞，这辆车真的太好了。只是说我会感觉到这辆车的震动，不懂是不是因为 exhaust 的关系，我会感觉到震一点哈。Auto start stop 应该是bypass 了的啦，车主。这个 clutch 有一点真的不习惯，我驾 FK8 的感觉比较紧凑。它的 spring 啊，这个 spring 比较软一点，但是它的 shifting 是一样的那个感觉，就是很像，有一点像玩具车这样啊，很容易进档的感觉啊。它用 rubber craft 够力哦，那个消耗品来的，这个很快就没有花了的哦。这样子有下过10磅吗？这我不清楚。我觉
我很好奇它可以做多少时间？因为原装 FK8已经给我加到是换了这个 size 的胎压啦，已经是做到243，已经是很不错243，给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讲。学天。没有 Auto Hold 啊，这辆车 FK8就有。不过我驾驶棒我完全是没有用 Auto Hold 啊，觉得自己用会比较好。我差一点还是已经哇那个声音，哇，我踩下去，我以为没有什么力，你知道吗？因为它 turbo 是真的有点 lag 哎，这个它是有 upgrade turbo 噻。有。它真的应该是大力了，然后就是我踩下去没有什么，我等一下哇那个感觉，哇老诶。因为你还没有开 R Plus， 开了就没有turbo lag 了，应该。Really？ 这样好换了这个 KWE 是说它就是没有那个 adaptive 那个 damper 了咯，都是 one mode only 咯。开 Plus R， 这个 Plus R 我老实讲，因为它可能 bypass 掉那个 damper 了啦，所以就它不像 FK8哦。当我从 Comfort 换到去 Sport， 在 Sport 换到去 Plus R 的时候，你会很明显感觉这辆车的软度不一样了，它变硬掉了。你驾着好像你的屁股会突然有一个东西垫着你的屁股。然后它的油门就很冲这样子，这个暂时还没有啦，暂时。这个是给它麦当劳会自己喷 ，Plus R 会麦当劳喷。它自己会 auto 喷。哦，这样如果是 normal 就没有了。会喷，没有喷这样多。哦，原来是这样。我感觉它的 steering 有一点不习惯，不感觉到就是它会偏跑来跑去哈。如果 FK8 的话 ，steering 是在 Plus R 的时候很紧凑，它不会让你。感觉到那个车会跑来跑去，会很重那种，甚至比我现在这个mod还要重。我现在感觉到不是还好了。哇，它的那个油门反应真的直接很多，比刚刚那个我说的 turbo lag 还更少。很爽哦，那个声音，我是第一次驾到有这样的声音的车啦。200多左右，220左右。我都没有踩完呢，有一点难控制。那个油门一踩下去的时候，可能动力太强了。刚刚介绍这辆车降9和，我忘记讲它这部 engine 哦。它其实是一个 K20C1啊，是跟 FK8一样的。然后它原装是有310匹马力，还有400个牛顿米，其实跟 FK8一样的。啊，经过车主的改装之后呢，现在380马力，还有530的牛顿米哦。100哦！哇靠，很快耶这辆车。哇！我要驾的什么车？这个是 FK2 吗？因为可能我驾的都是原装的 FK8，我觉得哎呀有力就可以了咯，它不很暴力，但这辆车很暴力耶！哇 ，FK8 改上来不是啊，很兴奋，我很难讲这种感觉。虽然 turbo 是有点 lag 啦，因为大力了嘛。FK8 的原装是几乎没有感觉到 turbo lag 的，然后这个改大 turbo 之后，这都是它的那个推力太好了吧！但是有一点点的感觉到屁股有点不听话啦，它不会好像 FK8 的屁股是很踏实的压着下去的，这个好像有一点跳一下那个屁股，然后好像要甩出去的感觉，在大弯的时候，这个可能是它的特性 torsion beam， 但是也是有它优势啦。你过弯的时候呢，在十磅你就是要用屁股过的嘛，有时候个人有时候可以调出来的这种拉那个把。有力耶，5号牙，5档，不用踩完，什么鬼？太有力了吧，5档罢了，不用升到4档啊，什么这样子。
哇，这辆车不可能加慢的，跟你讲，太定了。有一点难加，那个油门我想要踩，不要这样有力的，但是它就这个 Plus R 就来了。喂，怎么有人在那边的？哇，吓死了妹！我不敢踩完了的。不懂听久了会不会觉得很烦的这个声音？啊，你会觉得吗？也不会很爽的声音。或是很爽啊！哇，它的档位，它的那个这个手感哦，它跟 FK8 真的很像，虽然它这个 center console 是不一样的设计啊，不过它角度跟你的换挡姿势一样，但是 FK8 的手我会觉得比较舒服啦，我可以放着啊，它的那个手部箱很长，不要放 Plus R 看，它的动力在它高转的时候都很觉得有力，它不像一般上那种Golf GTI 还是什么啊 ，Golf R 我没有驾过，我不知道啦，但是那些车到它5500转到6000转左右，基本上是没有力了的，你就可以升档了。这样子 OK 哦，就好像 FK8 也是这样，你到7000转还是那个动力还是在那边的哦。这样子你驾到了这辆车，跟 Golf R 你昨天试驾那个什么感觉？质量，虽然那一辆也是福利木到完压箱啊哈 ，mapping engine mapping 全部做到完，intercooler 也换了，这两个感觉强太多了。尤其是它尾力的时候，你发现很明显的，像你刚才所说，5500过后它没有什么动力了，这辆它后面的力一直来，一直推着你去的。哦，爽！而且我很喜欢现在的 setting 的感觉，就是它不会很跳 KW 嘛，这个 KW 你都知道它的特性都是 best 哦。我之前驾那个比卡丘500牛顿米那个就是 KW 哦，啊，所以坐上来不会很跳。是它可以变 drive。然后它驾起来过弯的感觉也是跟 FK8 很相似，只是说我刚刚说的屁股不听话不了。哇，那个动力一直要去哦。有时候我不想要去，你知道吧？是它的那个动力一直推，一直推。新款的 Raptor。哦 ，Raptor。真的。我是没有看过 4x4 的 exhaust 多 exhaust。是哦，会有多 exhaust 在外面哦。哇，早一天 Jonathan 你一定要试这辆车 ，Jonathan FK2 改了turbo之后，他应该会读到改了。他应该会去改他turbo。很可怜的，驾 FK8 的人每天给人家怀疑，是不是驾 FC8 哦？FK2 不会哦，一看就是了哦。什么鬼？这辆车盲点比较多，因为它后面的窗很小，还要 try to be 一个2个门的车，像2个门，但是其实它是4个门的，所以它把后面的那个手把藏起来在上面。Golf R 如果给我选择质量啊，我会买这辆。哇，那个 DSG 很爽，但是就是一个 auto 咯，所以我们驾美诺的人就是还是觉得少了一点东西，就是它会给到你更直接。我是自己换挡了，我全部都自己来哈。还有一点呢，就是你驾Golf R，因为它是市区嘛，所以市区它不会给你很大贴背感，虽然它真的很快。然后前区或者后区它会给到你这种贴背感，所以看个人啦，喜欢哪一个啦。哦，原来是这个声音哈。诶，怎么刚开了的？因为它有松。然后我现在用挂在1档呢，我的油门是很容易控制的，它不会很吵，一下子不会的，因为可能还没有换过 clutch 啊，换过 clutch 可能就不过我现在驾到很舒服啊，然后我挂在1档，我慢慢轻轻的踩。所以驾美诺在塞车的时候有一个技巧的，你真的是要慢慢这样落着去哦，然后你的 clutch 不要踩一半，如果你踩着一半 clutch 的话呢，它会一直磨，所以很快消耗啦。你要么就放完，要么就踩完这样子。所以我现在是给着1号档慢慢的踩，所以你的脚就不会酸了，一直要踩 clutch， 一直踩 clutch。像刚刚我冲出去那一刹那哦，它是没有这样啊。没有打滑的，这样大马力前驱大多数都会打滑的。然后有一个叫 Torx Steel 这辆车没有，哇，好像很多车上山这样哈，那个震动啊，这个洞你看到吗？这个震动在 FK8 是没有的哦，不懂是改了 exhaust 的关系还是怎么样。Alright Camry 后面的 Camry 到了啦，非常感谢伟宏。
非常感谢 Bushcraft， 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哈。很晒啊，我们要下车可以吗？好了，那各位哈，这个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 POV 再见， Goodbye， 拜。